我国对韩国总统的涉台言论回应之后，韩国认为这有损国格，召见我国大使，还要求道歉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，我是虎妞。在玩双标这一块上，美国可是这方面的行家，而作为美国忠诚盟友的韩国，在美国的熏陶之下，也玩起了美式双标，认为我国近期的回应有损韩国国格，召见了我国的驻韩大使，要求为近期的一系列发言道歉。在19日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，台湾问题是中国尝试用力量改变现状而引起的，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予以坚决反对。面对尹锡悦的涉台发言，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专门对此事进行了回应，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，不容他人知会，希望韩方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谨慎处理台湾问题。面对这近乎批评般的回应，这让韩国方面感到很没面子，认为这是一种令人质疑中国国格的严重外交失礼行为，并且韩国外交部还将召见我国驻韩大使，就关于此事中方的发言表示强烈抗议，要求我国进行道歉，这是严重的外交失礼行为。从这件事的起因，大家也能知道，就是因为韩国总统试图插手台湾问题，将台湾问题这一中国的内政问题偏偏说成是国际问题，并且还表示同国际社会一同予以坚决反对。请问这个国际社会指的是美国吗？自从美国走下坡路之后，可是有不少的国家不再听从美国的命令，转而和我国寻求合作。像身为欧盟主要成员国之一的法国，前段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亲自访问我国，和我国达成了大量的合作协议，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，欧盟国家们不应该因为是美国的盟友而跟着美国一起介入台海问题，欧盟国家们应该有自己的想法。此话一出，除欧洲外，其他地方的不少国家都蠢蠢欲动，但韩国显然并不在此列。韩国不但没有自己的想法，反而跟着美国一起加大对中国的挑衅和针对。不仅如此，在被我国揭穿了真面目后，反而恼羞成怒，要求我国给韩国道歉，认为我国的发言有损国格。如果真要说有损国格的话，恐怕韩国才是真正有损国格的那个。在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涉台言论发表之前，美国官方被爆了一个大新闻，上百份的机密文件被上传到网上。这些文件中显示，美国对自己的盟友们十分不放心，动用了多种手段对他们进行监视，特别是韩国。韩国政府高官的一举一动，可以说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。此事曝光后，身为当事人的韩国自然是十分愤怒。不少的韩国民众和民间舆论都要求韩国政府向美国要个说法。所以经过两国国防部长的交涉之后，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，称这些消息中大部分都是假的，是凭空捏造出来破坏美韩之间关系的。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机密文件被曝光，吸引到的注意力也越来越多，这导致美国政府迫于压力之下，不得不承认这些文件是真实的，并逮捕了一名在情报局工作的美军士兵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表示，根据现有情况来看，很难排除美国对韩国进行监听的可能性。因此，共同民主党将会尽最大的努力去调查此事，并督促美方就此事进行道歉，并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。同时，也会督促韩国政府加强防范。韩国舆论也是纷纷表示要让美国就此事进行道歉。然而，韩国政府就此事却一直都没有表态，就像这件事没发生过一样。美韩双方政府都心照不宣地不提及此事，这件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。美国对韩国监听，韩国当作无事发生；我国对韩国总统的涉台言论进行回应，反倒是让韩国认为我国有损国格，要求我国道歉。不得不说，这张美式双标属实是得到了美国的真传。当然，韩国这么双标也是能理解的。
毕竟现在的韩国可就全指望着美国过日子了。抛开军事支持，一旦和美国反目，美军撤走部署在韩国的驻韩美军，隔壁的朝鲜第2天就能打过来不谈。在经济上，韩国也完全仰仗美国，大量材料都来自美国。一旦美国断供，那么韩国的工业可以说是报废一大半。为了给美国办事，韩国总统都不惜到访日本，给日本国旗鞠躬了。连2战时候日本对韩国强征劳工索赔都一笔勾销，直接不要了。在有损国格这块上，韩国应该自己品味品味。因此，韩国这般做法，属实是被我国说出的真相给刺激到了。